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父母养育儿女长大，而儿女就应该赡养父母到老，这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过程。然而，现在很多的儿女却把这种传承给断了，变成了父母养我长大是天经地义，我养不养父母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。每当父母遇到这样不孝的儿女，多半都会拿出家产来要挟，如果你不赡养我，那我的财产你也别想要。可现在很多做儿女的都总是这样的反对道，现在你可以不给我呀，但你走了以后，那些财产照样是我的。就是这样，很多做儿女的都不再畏惧这样的威胁，肆无忌惮的逍遥快活。但是人老了，遇到这样的儿女就没法了吗？72岁的周大爷就差点被自己的一双儿女这样气死。拥有2套价值100万房子的周大爷，晚年想找一双儿女轮流的赡养，谁知却被拒绝了。周大爷拿出房子作为条件，儿女还是无动于衷，都觉得周大爷100年之后，房子自动就会变成他们的了。所以他们就秉着一种态度，只要房子，就是不给老人养老。后来周大爷忍无可忍，做出了一个比儿女更无情的选择，让一双儿女后悔不已。以下是72岁周大爷的自述。我一直以为身为城里人的我，一生过得很自在幸福，然而前半生是幸福走过来了，可老了却闹得个孤苦无依，凄凄惨惨。5年前相守半辈子的老伴因突发疾病离开了我，老伴走得很急，让我什么都做不了。上午还跟我一起去逛超市买菜做饭，中午午休前还说好下午去找隔壁邻居打麻将的。结果下午3点我醒来去老伴房间叫醒时，却发现老伴已经去世了。老一辈都说睡着离开的方式是最好的，不用经历卧病在床，更不会劳累家人，这对逝者对家人都是一个很好的结局。原本我也是觉得老伴这样走了也很好，无病无灾的，但是老伴安静的离开了，我却陷入了痛苦的日子。半辈子习惯了老伴的伺候，他什么都给我的，孩子他生他带，家里他操持着，父母那边也是他伺候着，家里的钱财更是他掌握着，而我除了工作，其他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。如今老伴离开了，我就成了一个孤儿一样，没有人再细心照料我，一切都要我自力更生，快乐与痛苦都得自我承受了。原本我也不会变得这么凄惨的，因为我和老伴生育一双儿女，老伴走了，我大可以依靠儿女而活的。但是我的一双儿女很有出息，却对我一点也没用。我的儿子是老大，已经50岁了，2夫妻在某私企工作，收入蛮高的。老二是女儿，比儿子小3岁，目前在某单位工作，虽然挂着闲职，等退休了，工资也很高。他们兄妹俩都是有出息的人，早早的成家立业。虽然他们都只有一个孩子，但还是让我蛮高兴的，因为都是孙子，这意味着2家人都不会断后了。然而儿女出息，有事业也有儿子，但他们却越老越对我冷漠。他们刚结婚生子的时候，处处需要我们老人帮着带娃或者补贴生活，倒是对我们热情又孝顺，隔3差5就来回家，寒暑假也会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来生活。可是等孙子们都上初中，开始忙着学业，而他们也生活得变得更好，开始追求潇洒自在了，渐渐就离我们很远，回家的次数减少，开始过年过节会回来，后来家里有啥事或者他们有所求时才会回家。我和老伴曾埋怨过儿女的冷漠，
有了新家，忘了这个老家，享受了社会的灯红酒绿，就厌倦了家里的温馨。不过时间长了，看见周边老伙伴都是一样，我们也渐渐的坦然了。平日里也不去刻意的打扰他们，有事情也是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但我的老伴却是按捺不住的人，时常还会找很多的借口去看儿女、看孙子。每个月退休金一发，就会买一些好吃的，或者看见一些土特产，都会买起来送到儿女家里。每次假借送东西的名义去儿女家，而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。一开始儿女倒是热情，后来就变得厌烦了，好像我们就是多余的，送的东西也爱收不收。就像我的儿媳妇，每次都毫不领情的语气跟我老伴说，妈，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会买，到处也都有卖，用不着你老是往这里送，你那点退休金还是留着自己花吧。儿媳这般可以原谅，毕竟自古以来婆媳就难相处，而女儿也跟着儿媳差不多，好像嫁了人就真的是男方家的一样。给他们家送过几次东西之后，就开始躲着不要我们来了。后来我们才明白，原来人老了，儿女都会嫌弃的。我们和儿女减少了走动，可却没有停止对儿女的补贴。以前是帮着他们养孩子、买房子、车子，后来他们有钱了，我们也变着法子打点孙辈。可以说，对儿女我们是没有亏待过一点的，甚至可以说我们都过于溺爱了。就像10年前，我们为了鼓励2个孙辈，把名下2套房子拿出1套，只要谁先结婚，我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谁。而我们这2套房子都是在市中心的，虽然是2套都是10多20年的老房子了，但是价值不菲。儿女们对此都很上心，但那时候孙子们都还在读书，也急不来。后来老伴去世后，2个孙子都大学毕业了，儿女们就开始为我的房子而着急了，一个个催促孩子找对象。一个人独居的生活很苦，我本想着借儿女这种为房子而着急的情况下，能让他们把我接到身边养老。可是去年春节，一大家子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儿女提下了养老的事情。我的意思是儿女家轮流的居住，我也不用人伺候，反而还可以帮他们做做事。但是儿女们的反应却一个比一个冷漠。儿子说，爸呀，你一个人住着多好呀，何必跟我们挤在一起呢？女儿没说什么，但却绕开了这个话题，直接插入外孙子有对象的事，然后跟我说，阿明已经25岁了，也有对象啦，预计这2年就准备结婚，你看那房子可不可以先过户1套给他？女儿这番话直接的引起儿媳的争论，爸，我们家的也有对象，也要1套房子。就这样，他们成功的把我养老的话题变成了他们要房子的话题。但我却弱弱的回了句，2个孙子都打算结婚了，这分2套房子出去，那我住哪呀？住你家还是住你家？我指了指儿女。儿媳率先说，爸，这个我们都商量好了，你那么老了，为了你的晚年过得好，你就去市里的养老院吧，有很多大领导都在那里养老，护工也超级棒，还有你最喜欢的麻将，里面都有，你住里面可绝对的享福。女儿女婿也应声接道，对，爸，平时我们也会去看你的，过节一样可以回家的。儿女们把养老院说得十分的美好，但我却一句，我就想去你们家跟你们住，我老了也应该想想儿女的福气了。儿女们听到我这样说，一个个都没再说话。过年那场饭局也在不言之中悄悄散去。年后我再次一个个电话打过去，说只要谁给我养老，我的房子就优先给谁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儿女却说我做事太霸道，不考虑他们的感受，
说我有更好的养老方式不选择，非要来增加他们的生活压力。他们这样说我，我也蛮不讲理，呛了他们几句。你们都不给我养老，那么房子也不给你们。毕竟养儿防老，我都70了，随时也会突发疾病。我唯一想要的是儿女的陪伴，难道这有错吗？儿子也生气起来，说我倚老卖老，更说我不懂法律。我现在不给他们，但等我走了之后，那房子依旧会变成他们的。女儿也差不多用这样的意思跟我说过。在他们的态度上，我看见了他们那令人心寒的嘴脸，只要房子，就不要我这个老头了。今年我肺不好住了医院，很多人都建议我得跟儿女住了，这样万一病犯了，还能有人发现，也有人照顾。但儿女的意思只肯让我请保姆或去养老院，就不肯让我去他们的家住，更不会来照顾我。一个个说上班忙，没时间，没精力，但却都是冷漠的借口。儿女这般对我，让我心寒至深。于是我也做出了一个比儿女更无情的选择。房子我真不给他们了。前阵子我去公证处做了一个房产的公证，我还活着，一套房子拿来出租，一套自住。等我走后，2套房子都捐献给公益基金会，不管未来房价涨达多少，我1分房产都不会留给儿女。他们以为我拿他们没办法，如今我拿着这份公证书跟他们说了后，却一个个慌了急了，但我也没有为此改变。反正每个月我的退休金可以让我请保姆凑合生活，对于儿女养老，我也已经无望了。你们可以说我无情，但我却觉得这是我的自由，就像儿女养不养我老一样，他们有选择，我也能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